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徐普副秘书长、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陈金辉委员。好，那川普川普这个是发威，一下子可以让股市哇跌到谷底，一下就可以这翻涨上来哈。他说你敢拒绝，搞气矿买啊？他收购格陵兰，说呢这个欧洲要立刻来谈判啊。他说我是很尊重格陵兰跟丹麦的人民啊，但是美国是没有人能够挡的。但是呢，我不想也不会动武。他就说不会动武了。前几天还说会动武哦，而且说我绝对没有回头路又勇往直前的哈。那所以前天说可能动武，哇，全美国的股票就大跌。昨天又说我不会动武，美国股票又大涨。问我觉得川普最怕股票跌，一方面影响他自己的股价，一方面呢他也怕期中选举股票这样跌他会很麻烦前一阵子不久以前他搞过一次，股票一跌他赶快反悔，赶快改口。现在也是股票跌成这样子，在前天哇，这个债券股票市场全球都跟着波动，然后他就说我不打了立刻就涨，所以呢道琼大涨600点那个费城半导体涨得更多所以呢他说已经达成乌克兰的格陵兰的这个框架协议乌克兰现在就忘了，乌克兰是哪里都不知道了那他说不军事干预，芬兰总统就说最坏状况排除，他们本来有2种状况，一种是好的状况、坏的状况、灾难性的状况，那不打了灾难就没有了，但是是不一定好，不一定，所以川普又被他讲龟缩 taco 反复无常，而且他昨天演讲好几次把格陵兰说是 Iceland， 说是冰岛所以他经理这个到底想些什么华尔街说呢，哎呀，他不可能用武力跟真的给他这个加关税的了他说他在 Davos 瑞士参加国际经济会议，他说格陵兰什么了不起？我只要求一块冰格陵兰老百姓很气我们是人了，怎么变成一块冰呢？我们是冰人吗？到底是怎样那现在说框架协议可能是北欧劝丹麦割让几小块地、几块土地，让美国呢去建基地那另外呢，这个说呢矿产权益美国也会加入那丹麦就很气说北约你有什么权利代表我谈判呢？也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谈我们的事情，就跟乌克兰一样，弄了半天乌克兰没参加，那你们谈个半天，谈我的主权、我的领土，搞什么呢？所以《纽约时报》说割小片土地让美国盖基地，所以第一个可以不课关税，第二个美军可以驻扎第三个呢投资格陵兰，美国有发言权，第四个呢对格陵兰安全承诺，美国说我会保护它的安全等等普丁现在跟他说这跟我无关因为假如普丁又说这跟我有关，你不可以老美说你看俄罗斯就觊觎嘛，所以格陵兰更要给我。普丁说跟我无关，随便你们。而且当时1867年，你们买我们的阿拉斯加只花了720万美金呢，用阿拉斯加土地除以格陵兰的土地，然后乘以720万，也不过就是值大概1.58亿美元。好，用金价来算好了，用黄金算也不过值10亿美元。换句话说，一方面是讽刺啦，一方面是讲我当时卖你太便宜了，同时呢撇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格陵兰像学台湾对民众发了一个危机应对手册，我们说那个什么小橘猪吗？他也发了这个那另外呢，川普最新民调，美国有71%的民众认为国家失控，只有18%认为还在掌控，11%不确定，甚至共和党的支持选民、共和党的这个民众都有一半认为美国已经失控了。不过其实今天最好笑的都不是这个新闻最好笑的是加拿大已经在备战，加拿大已经准备，如果美国打他怎么办？最坏的状况，加拿大人要上山打游击要变成游击队这样加拿大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居然美国要打他呢？这是川普搞得天下大乱。我们看一下。The last few days when I told them about Iceland, they loved me. 川普4度口误把格陵兰岛说成冰岛，被抓包。幸好这件事有说清楚、讲明白。Where we would be, frankly, unstoppable. But I won't do that. 首度承认不会用武力夺取格陵兰，但原来川普是因为已经和北约秘书长谈妥格陵兰框架协议，他因此决定取消对欧洲8国的关税措施，未来也将聚焦讨论金球飞弹防御系统的合作计划。
Does it still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ownership of Greenland like you've said you wanted? It's a long-term deal. How long would the deal be, Mr. President? Infinite. 实际上的框架细节还是模模糊糊。华盛顿邮报报道，北约秘书长提出构想，可将格陵兰北部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移交美国。纽时则写还可能纳入零星区域，不过北约目前还没对外证实。抽空接受福斯专访的北约秘书长反而夸赞川普的领导力，却没有正面回应格陵兰以后究竟会不会隶属于丹麦。但川普的不动武说，还是让居民松一口气。It makes me super relieved, but again, you never know with Donald Trump. 欧洲股市在川普的达沃斯演说后反弹上涨，不过最后以平盘作收。美国道琼股市则是大涨588点，涨幅达到1.21%。黄伟，他说他只不过要一块冰而已。那你知道格陵兰没错，冰天雪地，这块冰有多大？是台湾面积的60倍大，所以这个不是一块冰的问题。那至于昨天这个川普参加这个 WEF， 那突然讲了3次，因为很重要讲3次，他说他不会动用武力。那当然立刻这个金融市场就会就反应，那当然就是股市大跌。老实说，川普除了怕这个美国股市大跌之外，其他最怕什么？就是怕美债，怕美债的殖利率提高，怕美债的价格暴跌。因为他这次讲完之后，真的是欺人太甚。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的政府基金，还有一些民间的那 pension fund， 就是他们那种养老基金，他们都会去持有美债。那丹麦非常生气，他们那个养老基金就开始卖美债。那卖的金额确实不多了，大概1亿美金。结果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目中无人，他说没什么了不起啊，太少了，他太少了啊，没有举足轻重啦，他们根本看不在眼里。但是结果呢，其他的欧洲的养老基金也开始在抛售，比如像瑞典养老基金就卖了它将近100亿美金。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造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震动，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日本的国债也是在暴跌。好，那就影响到美国，那所以金融市场、股市也大跌。所以川普这个人就这样子，你不给他教训呢，他不会得到这个什么，不给他这个教训，他不会那个卖乖的。所以他今天的让步其实是来自于，就是现在不管是军事武力也好，还有所谓的资本武器，所以才让他让步。但是这个让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他确实谈了半天，谈来谈去，谈的是跟北约秘书长在谈，所以丹麦这个政府或丹麦人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你们现在谈的是丹麦主权下领土的格陵兰。结果你是跟北约组织在谈说应该可以怎么样，军事基地怎么样？那不然用什么样？大家一起共同开发，我们来搞一个什么框架协议？那丹麦在哪里？丹麦的它的主体性在哪里？格陵兰的主体性在哪里？那我认为川普这个人就这样子。刚才那赵大哥说，现在乌克兰不知道到哪里了。他本来是非常专注的要去处理俄乌战争问题，但他现在快烦透了，烦死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那么格陵兰他现在如果他已经认知到他没有办法动用武力，但是呢，他现在的所谓的谈，他还是会触礁，还是会碰到问题。我刚才讲的，你跟北约谈，可能丹麦政府不高兴，格陵兰的人民不高兴，那到底会不会谈出一个确定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只能证明，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不稳定的。但是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局势以及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还是会因为川普的态度而继续的陷入一个动荡的状态。邓轩。对啊，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川普又tackle了，而且他这个tackle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以前呢，可能这个在去年祭出关税一段时间，让子弹飞一段时间，极限施压，然后呢换得了若干的好处之后才tackle，或者说呢等到自己的七伤拳，自己伤很多他才tackle。现在的话呢，没几天就已经tackle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看起来只有2个可能性嘛，一个就是他拿到了该拿的好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他踢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铁板。但是就像刚刚洪威所说的一样，我认为他其实拿到
好处的几率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真正踢到铁板的几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更何况是所谓的拿到好处，你还不晓得这好处内容是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就是这个吕特，大家不要忘记呢，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丰功伟绩吧，他曾经称呼那个川普是 Daddy， 就是说呢，当那个时候以色列在跟哈马斯那边吵的时候，他说他就像是2个小孩在学校吵架，这个时候就需要呢这个爸爸出来 Daddy 出来撂狠话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川普呢讲那么多哦，这听起来好像很重的话，实际上只是像 Daddy 一样出来呢训斥一下小孩子，所以这个部分就已经让很多的那个时候的欧洲的国家认为这个吕特也未免太谄媚这个川普了吧？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话呢，这个 Daddy 又出来了，跟 Daddy 2个人呢自己开会讨论，说拿出来这个框架哦，就是到底这个框架内容是什么？目前是说啦，我觉得看起来听起来就有点像加强版的。这个乌克兰或者说所以缩小版的乌克兰，就是矿产跟你分一点，然后呢防卫双方共同这个去担负一点，但是实质上的内容是不是如刚才所说的媒体所掌握到是要割地？如果真的割地的话呢，那真的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啊！因为呢格陵兰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有个主权不可退让的部分，所以我认为是不是有拿到好处，未必会完全没有，但是距离他说拥有格陵兰，那真的是天差地远了哦。所以相当程度来说，你可以确定的是，川普已经Taco 了只是说他到底有拿到多少好处，然后退多少？那退多少？目前退的话，目前看起来确实是他被打脸打的这个噼啪啦响了哦。那就是不只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丹麦抛售了美债，然后的话呢，这个欧洲也已经说到了，说他们可能要启动反胁迫的机制。你知道反胁迫机制当中有接近1000亿。的贸易可能的报复的手段，另外的话呢，涉及到美债，或者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债券跟证券，加起来还有8兆多美金。所以坦白讲，欧洲只要团结，真的，它其实可以让美国痛哦。那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算川普不愿意承认，但是呢，这个股市已经痛已经倒一地了啊。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欧洲很少看得到他们已经扬言，或者他们要增加，第一个是要军演，第二个的话就是增加驻兵。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像刚才庄先讲到的，跟加拿大一样，就是你很难想象呢，他们已经是这个美国传统的盟友，要站起来抵抗美国的侵略。他们当初这个反胁迫机制，2023年才成立。你知道他当初的对象是谁吗？是中国大陆。就没想到真正适用的对象是老美，他们自己的好朋友，自己的老大哥哦。所以你也很少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就军事上的，从经济上的这个显然的川普踢到了铁板之外，你也从来没有看到在外交的言辞上，欧洲骂川普已经骂到真难听了。你看那个德国总统可能很少出来讲话啊，他说我们无法让一个道德低落、沦丧至此的一个人呢来领导全世界。然后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一样，讲到很难听啦，什么新殖民主义啦、新帝国主义啦，你搞这个什么加萨的什么和平理事，我才不参加嘞。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一波啦目前看它暂时Taco，但是我认为接下来的格陵兰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完完全全的危机了啊。怎么继续谈？我觉得接下来会很清楚的要被看到，还有这个框架到底是只有吕特自己讲，还是呢欧盟的这些人都同意？但是重点在于说，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相互的信任度，我觉得回不去了。对了，刚刚讲的就是说，欧洲光美债就有8兆美元，哦，所以呢，这个钱哦，这个美国还是在乎的了。8兆美元很大的，比其他国家的这个债都多得多了哈。那川普昨天有说，丹麦不知感恩图报，他说2战的时候哦，纳粹这个6个月不到就把这个丹麦给他拿去了，哦，一下拿走了。拿走以后呢，他说不是美国来解救你们的。哦，美国解救你们了，而且美国现在在格陵兰驻兵也是帮助你们的。如果不是当时美国解救你们哈，今天你们可能讲德语或讲日语啊。换句话说，不是德国把你占领了，就是日本把你占领了，对不对？你们还讲你们的话，有什么你们话可以讲？你不感谢我，还不赶快给我？所以呢，在川普眼里面根本看不起。但欧洲现在比较团结，欧洲原来其实一盘散沙。所以就搞个什么欧盟啊，什么这些东西，从马斯垂克条约开始一路搞哦，北约等等哈，因为它中间国跟国之间新仇旧恨，而且文化差很远，语言也差很远。但是美国这一搞可能会促进欧盟比以前团结一些，这就是这样，有外面的压力以后呢，内部才比较会团结。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这个天下经济论坛，
他致辞，他说这个人心惶惶，世局动荡，经济学人都讲说台湾全球最危险的国家等等，甚至呢有国内人士是我啦，说呢赖清德如果当选呢，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现在有吗？没有啊，我们有上战场吗？没有啊。所以呢不要唱衰。但是问题如果不是大家紧张赖清德怎么会只拿40%的票呢？为什么在立法院这个在野党蓝白会超过半数呢？大家还是紧张今天如果大家去想想，赖清德不是40%，他是60%、80%中，他会怎么做？他会怎样？你自己想想看。而且你既然说台湾不危险，那干嘛花那么多钱买编国防预算呢？马英九是3000亿蔡英文6000亿，赖清德9000亿，还加上1.25兆的这个韧性，不需要嘛？既然不危险，对不对？这个经济学人也是假的纽约时报讲的也是假的，华盛顿邮报讲的也是假的，赵少康讲的也是假的，太好了，我们也希望是假的，真的希望那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买国防武器这些钱做什么不好台湾很多地方都需要钱你以为台湾其他地方很好差得远啦。光护理师一个月补他多给他1万2万不行公立私立大学学费全免不行交通好好建设不行手机从5G 变6G 不行很多地方需要花钱所以呢，你这些钱都搞到国防预算去，对不对？那到时候过几年没用了，破铜烂铁一堆。所以如果按照真的是中国也没威胁然后呢，台湾好的不得了，太好了，不需要编这些预算了美国人也跑出来了，鼓励人说太好了，1.25兆预算。台湾支出更聪明，都会买那个不对称的这个武器等等美国会尽量交付，先交付再说嘛，不讲废话吗？200亿为什么不交呢？不交还拼命叫我们买而且呢说呢自由不是免费的，自由是要花钱的所以呢台湾要自助，美国才协助，先花钱再说。而且有3家美商已经在台湾发展，包括无人机啦、供应链等等这些先来啦弹药测试场啦，所以呢要阻止夺取台湾的能力然后你把我们的半导体搞到美国去那另外呢，你讲的话就是说不行半导体在台湾到时候打起仗来呢，全世界会很惨所以都到我们美国来对不对？那你保护台湾不就好了吗？所以呢，而且台湾民进党就是很不喜欢拿台湾比乌克兰。对不对？很多人讲说什么今天的乌克兰是明天的台湾，民进党说不是，鼓励人拿壶不开提哪壶，说台湾民众愿意保卫国家的比例比2020的乌克兰还要高，又拿乌克兰来比了，那是怎样？乌克兰现在什么状况？那你台湾要变成这样吗？干嘛拿乌克兰来比呢？所以他说军人现在比以前厉害啦，所以但是要完成任务的工具啦，意思就是说呢，必须要给他国防预算。好，我们看一下。虽然没有看到百花盛开，但是你只要闻得到风中传来隐隐的香味，你就已经知道春天已经来了。关税拍板，总统说台湾经济新局已打开，只是想顺利迎来春天。总统话锋一转，没有健康，你再大的财富也没有用你没有国家安全，你经济再繁荣，也是为人作嫁而已在我的心目中，这笔国防特别预算，它的功能不单是国防，它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经济发展，是在推动产业的发展。再上火线事宜，军购不单单防止中国入侵，巧的是同一时间 ，AIT 处长古立言也发表相关谈话。In their place is not isolationism, but rather a clear-eyed focus on proactive diplomacy and robust deterrence to ensure lasting peace. What Taiwan service members need now are the tools to accomplish their mission. That is why President Lai Ching-te's commitment to increasing Taiwan's defense spending to 5% of GDP by 2030, including through a 1.25 trillion new Taiwan dollar special budget, is so critical. 先前古立言就曾为了立法院卡军购案多次和在野党沟通，这一次更应国防院之邀，但美方的密集关切也被质疑是要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这话或许也是要说给对岸听。至于国防部这记者会，肯定是要讲给蓝白立委听。受影响的部分有780亿元，那这将会造成这个无法按原定的期程办理装备的采购。要立法院速审预算，别在党，因为影响的还有官兵个人权益。蓝军委员。现在这个卡关啊，我觉得完全就是赖清德政府的错，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估情势，而且不尊重我们国会的民主制度。然后其实他们跟美方还有跟华府也没有很畅通的管道。民进党很爱说一句话，说人民是头家，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个比喻好了。我们人民是头家，投出了你赖清德，就是我们的经理人。然后你突然就开口要了一笔巨款啊，这一大笔钱1.25兆是我们这个公司全年营业额的1/4。再来呢，你突然说你需要这笔钱，你拿出来的企划书就2页。那你叫我们这些代表人民的立法院，等于是股东看的企划书要怎么去读，并且啊，你在给我们企划书之前，居然是先投书到国外媒体去答应外部的厂商，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到底是哪一个股东可以吞得下去？刚刚赵大哥讲得很好啊，他说给护理师不好吗？我们现在急诊室都塞成那样子了，给学生不好吗？我算了一算，因为我在卫环委员会，这1.25兆是什么概念？它就是我们长照2.0预算的4.3倍，哎，所以这样巨额的军费，它势必会排挤到教育、社福、基础建设等等的。难道政府不用解释清楚这笔钱要怎么花吗？那我觉得最荒谬的是，徐府一定很有感。黄国昌主席、黄国昌委员，他去了一趟美国。突然照3餐被打，突然照3餐被打，就发现说啊，执政党紧张了，原来这个资讯不对等的荒谬啊！黄国昌去一趟美国就破功了，大家才知道说，哇，这些外购跟国内采购的比例好像不是政府告诉我们的这样子，还慌慌张张开好几场记者会，丢了一大堆资讯，想要来释疑。那国民党的立场很简单，我们从头到尾就觉得人员的费用跟待遇要同步提升，尤其我自己就是少子化的专家，你有这么多的军火，不见到军人，买了武器没有人用，没有人想要留下来当兵，那怎么办呢？但现在民进党就是一味的说他们的这个1.25兆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不支持这个就是中共同路人。最后我要说啦，不要总是拿美国来当借口。我们的这个翁履中政治学的教授他说，其实现在华府高层他们都有一个弃台论，因为觉得台湾很远嘛，然后你们就一直说美国很急，美国很急。其实现在华府高层在急什么？他们在急的是4月的川习会，他们在急的是这个，他们绝对是希望在台湾议题保守淡化。而且为什么会邀请黄国昌到美国，就表示说他们也意识到我们台湾内部对于资源的分配是有这样子民主内部讨论的机制嘛，这才是民主的常态，所以也不用再拿不管是中共同路人、抗中保台，或者是美国很生气这样子一天到晚来请了我们的人民了。我们从上一段谈到的格陵兰为什么川普很急着要？那因为它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它有稀土，它有还有这个太平洋这个到北极的航道。回头你去看台湾这件事情，台湾在第一岛链，它战略位置也很重要，它的半导体比稀土更重要，所以台湾对美国有没有价值？有价值，它当然它有它的战略价值，它要保护它。但是川普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保护伞不是免费的这件事情，所以你要从各个部分要去拿到川普所要的利益或是代价。1.25兆的军购，我们看到包括了 AIT 也讲说很欢迎啊，你讲了5.25兆，他也很欢迎啊。当然，你愿意买美国的军购，他都很欢迎。可是事实上是这些军购是不是台湾所要的？或美国只是说我愿意卖给你，但是项目你可以选，然后或是我可以提供你一些比较快到货的，这个都是我们要观察的，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所需的？可是到这一件事情，我们到现在为什么还在那边讲，会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包括了礼拜一，你说国防部说有一个秘密会议要去提供，说让大家知道。据我所知，虽然我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美国人提供的公开的资讯都比国防部提供的完整。这件事就让人家觉得很吊诡。所以礼拜六我们讲到说，我们自己会提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条例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原则来讲。第一个，1.25兆的这个金额会调整。
这不可能说你这无缘故突然框了一个1.25兆，到底买些什么？美国人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要你们买这么多东西啊，剩下的东西可能是你们自己提，所以我们当然金额这边会调整。再来呢，目前公开的，像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布的这5个项目，那个当然美国人提供说，我很清楚告诉你说，我建议你买什么买什么的，这个我们会写进去。再来很重要，要求这个包括了你这个选项、你的金额，还有很重要的到货日期。你要写清楚啊！你要告诉我们，不是说每次我们说要买，就到时候没有来，那就两手一摊就算了。最后不能是一张空白支票就来算。我必须要讲哦，这个真的不是说国防安全不是只有民进党的专利，也不是只有民进党在关心，美国人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那包括了最近虽然说打黄国昌打得很凶啊，说什么 AIT 生气。我透露一下 ，AIT 啦，包括了美国的众议院，包括战争部等等，最近都还是有来关心这些事情了。他们当然就希望说，你提升自主的防卫能力，你的军购赶快过，并不代表说是民进党要独家代理这件事情。我刚讲蛮重要的，就是说，就不管怎么签什么时候交货是很重要的了。我买任何东西都要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交货啊，如果到时候不准时交货要罚款啊，赔偿。工程也是什么时候完工，完工不了要赔啊。这很正常，怎么他是说我钱付了，然后交货不知道什么，然后说我们很重要，老共随时会打我们，然后货什么时候交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吗？F-16V 去年那几个就66架全部交完了，一架也没交啊，现在再回来。